近期我分享了很多有关于骨盆向一侧旋转的练习方法。然而，当我们骨盆向一侧旋转的时候，我们的胸椎也会跟着旋转。此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是胸椎旋转的幅度大于骨盆的幅度，那么骨盆相对于胸椎就是向左旋转的。第二种情况是我们胸椎旋转的幅度小于骨盆旋转的幅度，那么骨盆相对胸椎来说就是向右旋转的。没有听懂的同学需要反复听一下，因为它对我们后面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这两种情况又该怎么区别呢？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两个评估方法。当你评估确定之后，我们后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练习方法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仰卧到垫子上，屈髋屈膝，大小腿90度，双手向两侧打开，始终保持我们膝盖等高，双脚并拢，然后让我们的双膝去倒向一侧，始终保持膝盖等高，不要产生错位。倒到什么程度？倒到你的左侧的肩关节即将要离开垫子的时候，停下来，测试终止，这就是你的测试结果。也就是说，不要出现左侧肩膀抬起的情况就可以了。我们这个测试是要测试你的骨盆是更倾向于向左旋转还是向右旋转。如果你的骨盆是有旋转的情况，这两侧的结果肯定是显而易见的。我们侧躺到垫子上，手肘置于头下，我们把上侧的手臂举起来，跟胸廓在一条直线上，然后吸气不动，呼气，始终保持我们手臂一个向远延伸，然后我们做一个水平外展。如果你再动，你的胸廓也会跟着动的时候，那么此时测试就要终止，始终要保持胸廓稳定，只是手臂做一个水平的外展。如果你上述的测试结果是骨盆向左旋转的幅度大于右侧，而右侧的肩水平外展幅度大于左侧的话，那么你就做下面这个练习就可以了。如果你是相反的情况，那么就反过来做即可。我们侧支撑到垫子上，双腿屈髋屈膝，然后将我们上面的腿向后移动，做一个髋伸。移动到什么程度？移动到你的腿再往后移动的时候，你就会出现挺腰的状况的时候，停下来，保持我们骨盆的中立位即可，也就是你移动到一个髋伸的最大幅度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上侧的手放到垫子上，带动胸椎有一个向左旋转的力量，吸气脊柱延展，呼气让我们的右手慢慢有一个往前伸够的力量，带动胸椎更多的向左旋转。吸气，呼，在这里我们可以保持60秒的呼吸，做2到3组即可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也出现了骨盆的旋转，通常情况下你的胸椎也会发生旋转，那么到底你是属于哪种情况呢？就利用我们上述的2个评估方法进行确定，然后再去加上后边的练习，相信对你的情况一定会有所帮助的。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研究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